是我。希尔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好今早退房的吗？再去催一下。好嘞。客官，都快晌午了，您今儿还退房吗？客官，您在吗？这间房已经订出去了，让他赶紧结账走人。我敲了半天了，里边没人应。客官，客官，我以为他们是夫妻，就没多问。他们脸蒙得挺严实的，穿的倒是很普通。你就没看清他们的脸？我这店这么大，来来往往的客人这么多，我一个个都要看清楚脸。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哟，那你说说，这个没脸的男的，他的衣物里竟然没有1文钱，是为什么呀？我看是你把值钱的东西全都拿走了吧？这不会是个黑店吧？店里卖的是人肉吧？啊？是不是把你男人剁了，也做人肉包子了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呀？说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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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话，不说话就是承认了呗。大理寺的案子何时轮到禁军插手了？啊？我说你们几位可真有空啊！大白天的不去巡街，反倒跑来扰民，敲竹杠是吧？要多少？要多少？有多少？怎么回事？这么多人，干嘛呢？得罪了，得罪了，走，走。萨摩呢？蹲坑呢？他们要再敢找事儿，马上通知我。好呀。萨摩，快跟我走！啊，快点！什么案子啊？三品大夫唐东里的独生女失踪了。失踪啊？对，希尔可是个杀人案，脸皮都被人给剥下来了。那个案子先验完尸再说。唐大夫私下委托我们，今天无论如何要把阿兰姑娘找到。阿兰，你们说的是阿兰吗？昨天晚上那个男人说的，就是阿兰。阿兰，昨天晚上，阿兰，一个蒙面男子过来敲门。阿兰，看打扮像个富家子弟。这房中的女子行迹也十分诡异。自打住进来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不吃不喝的。昨天晚上我实在是好奇不过，就隔着门缝偷看，发现她正躲在屋子里化妆呢。脸色红肿，眼神凄怨，
照镜子那个眼神儿啊，就像镜子里面是他的仇人一样，太瘆人了。直到昨晚，那蒙面的男人来找他，进屋以后就再也没出来。唐大夫嘱咐过，生不见人，死也要见尸。请。既然阿兰2天前就已经失踪了，怎么现在才让人查？前2天唐家自己也在找人，他们不想张扬。要知道，跟阿兰定亲的可是文丽。嗯，文家公子啊？对啊。文家可是开过重臣，待会儿别乱说话啊。那天我们家来了点南国的鲜荔枝，我就说呀，让阿兰送去给文公尝尝，正好也看看他身体怎么样了。午时，他从文家出来，就此没有踏进这个家门。我让人查了，有人看见我们家的轿子从文家走了，再问就没有线索了。这唐姑娘的婚期是定在……本来说好是10天之后，文家传话说，文公的病啊快不行了，得有个红事冲冲喜，非要把喜宴提前。前天我去文家跑了一趟，老文呐，他眼睛都睁不开了，我能说个不字吗？那唐家有什么仇人吗？您觉得的，可能的，会不会是人家复仇啊？我平素为人耿直，得罪了谁也不一定。我想会是贼人绑架，但他们抓走了阿兰，总得有个目的呀。不管是求财还是报复，那总会让我们知道啊。这都整整2天了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既然是婚前绑走了唐姑娘，那莫非是她的仰慕者？胡说！我家阿兰温良贤淑，怎么会是那种招蜂引蝶的女子？我不是那意思。你家中可有唐姑娘的画像？有。哎，你去拿来给官人看看。主人。你看仔细，出事当晚，房中的女子是不是她？眉眼像，发饰也像，没错，就是她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？这个阿兰不想嫁人，便把未婚夫约出来，谋杀、剥皮，然后逃跑。这个文大公子沉迷酒色，声名狼藉。阿兰因为这桩婚事心生忧虑，也正常。但是一个弱女子又出身书香门第，下手怎么会如此狠毒？一个弱女子逃不远，现在关键是先得搞清死者是谁。你们家主人呢？哦，我家主人重病缠身，不便见客。那你这是带我们去？文夫人在。请。请坐。我家乡在你们大唐之西，你们可以叫我的本名尔朱里。温夫人，在下大理寺少卿李治，因查案需要，想见见文家的2位公子，不知可否方便？当然可以。二公子正在跟下人发脾气，大公子长居登州，但是在半个月前他回了长安，就住在城东的别馆。您上一次见到大公子文丽是什么时候？大概3、4天前吧。怎么了？我们怀疑他有危险。有危险？他没事吧？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就去别馆，去了给你带消息。你可知文丽身上有什么胎记吗？胎记？我
我不太清楚，因为他们俩是大夫人所生，我在温家待的时间也不长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们在追查一具被剥了面皮的无名男尸。婚礼，他不可以有事，否则可怎么跟他爹交代啊？我爹的病治不好，你们谁都别想活！文涵，文涵，滚出去！太没有教养。没事儿，二公子担心主人的身体正在气头上，咱们走吧。文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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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公子！实在不行，我就翻墙进去。请问，你找谁？请问文公子还在吗？在啊。那还活着吗？我活着呀。啊？没关系，我这还会点外家功夫的，所以谁想杀我还费点劲呢。我们白担心一场，一会儿让三炮回去给文夫人报个信。尔朱离，我们刚去过文家，他一直担心你。是吗？你那小弟脾气可够暴躁的呀。他自幼学医，为人宽厚，最近也不知怎么了，风性大发，他把贴身侍女都赶跑了。绿桃从小跟着他，忠心耿耿，任劳任怨。可惜呀。有一件事情我有点好奇，但是可能有些冒昧啊。你问吧。你为什么不回家住呢？毕竟文公身体不是太好，不是吗？说实话，我跟我父亲并不亲近。早些年少不经事，闯了不少祸，差点被我爹逐出家门。我4年前去邓州做事，取了功名才赶回长安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你们也来吧。我文某能交到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是我的荣幸。请，里面小酌几杯。好啊。死者后脑有伤，疑似撞击或是钝物重击，死亡的原因呢比较常见。但是这种剥皮手法却是匪夷所思，精彩绝伦呐！你看，死者的脸上神经萎缩，血液凝固，双颊与颈部有麻药的残留，说明凶手在动手之前……哎，少来！说明凶手在动手之前，先用麻药敷脸，麻痹的神经再用冰敷，待血液迅速凝结之后，立马下刀，在血液恢复液态之前切下面皮，刀口整齐，脉络清晰，下刀稳准狠，技法如神，佩服啊，佩服啊！长安城能做这件事的有几人？闻所未闻。再想想，仔细的想想。如果你肯牺牲自己，让我做一次活体实验，说不定我可以。大小来，第零所，开小。水里摸条鱼。快呀！摸条什么鱼？食儿特别足的鱼，手里拿了个偷来的钱袋，是条滑溜鱼。赵某儿今天买酒阔气得很，还跟我东家打听哪儿脱手和田玉价高。滑溜鱼？滑溜得很，混坝子口那块地儿的。带我下水。赏你的。他不是犯了什么案子吧？杀人案，你信不？
不信，就赵猫那个胆子，最多偷个钱袋子，你让他杀只鸡，哭给你看。哎，我钱袋呢？啊，李少卿，没事儿，你跟四娘这么熟，她不会杀你的。谢谢紫苏姑娘。我们再去趟唐家。你坐下吧。是。我叫小云，跟小四一起陪着阿兰已经有8年了。可是小四那天和阿兰出去之后，也没再回来。你不要害怕，跟我们说一下，有哪些人对唐阿兰还有心思？我知道一些。和阿兰有婚约的是文家大公子，可是文家二公子也在追求阿兰。文涵。是。二公子给阿兰画过很多画，还买了小猫眼的发簪，都是让我带给阿兰的。2个人时常有书信往来，吟诗作对，所以我感觉阿兰也喜欢二公子。每次提起与文大公子的婚约，都会泣不成声。你这是帮了大忙了。奴婢不敢。怎么了？主人说阿兰大婚之前回不来，我们都得挨板子。什么？主人还说，总之这门亲事不能出错，不能推迟。如果出了岔子，非但误杀，连命都保不住了。文家人真的得罪不起，2位官人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好嘞，下一个。老板，这多少钱？我看看啊，看都不让看呀！我偷的吧？哎，赵猫儿，哎，这不是我的吗？你什么时候拿走的？我捡的。捡的？再嘴硬我马上报官。偷的。哪儿偷的？死人身上吧？不，赵猫儿，你的脚印留在作案现场了。那个，知道官府会怎么说吗？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。赵猫儿，你不怕死人？我当时喝了点酒，趁着酒劲儿，我就把钱袋给拿走了，不拿白不拿。你不怕厉鬼找你报仇吗？不，那个，千年大老爷，3斤在上，真不是我呀！我真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啊！就这么点胆子啊？我问你，你没被那张脸吓湿裤裆？是什么？剥了皮的脸啊？哪儿啊？哎，那你见到的死人什么样？他挺清秀的，然后跟个娘们似的。你当真进的是四娘的凡舍？对。明天就是大婚了，你就乖乖听话。事成之后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。主人，快开门啊！主人，半夜3更的叫什么呀？阿兰回来了。啊？
阿兰回来了，快！这都半个时辰了，阿兰，你说句话吧。阿兰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？明天文家就来迎亲了，你这，不然咱们推一推吧。哎呀，人家那边得给文老冲冲喜，你说咱们这儿啊，能有什么理由呢？怎么能说推就推？你说咱们唐家的脸面何在呀？啊？哎呀，阿兰呐，你明天能行吗？你看，我觉得呀，阿兰心里边喜欢文公子，这也都申了，不然就歇歇吧，好生服侍啊。是，主人慢走。夫人，走。阿兰，四儿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？阿兰，阿兰，你倒说句话呀！阿兰，你受风寒了，滚开！萨摩，来壶酒。阿兰昨晚回家了，下午在文家摆婚宴，咱们去吗？这么一个书香门第的大才女，竟然为了老爹的仕途，居然嫁给这么一个浪荡子女，可怜了，真是可怜，可悲，可笑啊！好热，怎么这么热啊？滚出去！
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吴大当家的怎么还不来练兵？大概是睡过头了吧？啊，不会吧？好像南哥已经去请了。当家的，当家的，天亮了，该出来练功了。当家的，当家的。当家的，来人呐！不好了，当家的出事儿了！来人呐！大早上的丧这个脸，谁欠你钱了？每天晚睡早起，干不完的活儿比驴还累。累就抽一袋呗。不良嗜好。不良嗜好，架不住老娘乐意呀。到底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这帮无聊的官差，揪着别人的小小嗜好不放。上街变个戏法，观众被吓晕，能怪我啊？搞得我现在在长安城也不能自由出入了。那就好好干活。干着呢，老板娘。钱没赚着，还落一案底，倒霉。找李治了？切，他铁面无私又小气，怎么可能帮我？你帮了他那么多次，就这点事儿，他随便打个招呼就能消了。好，那就找他。想到他那得意洋洋的鬼样子就烦。吸烟有害健康。老娘抽水烟。尸体冰冷，皮肤苍白，轻微水肿，肌肉收缩，尸斑浅淡，口鼻部熏样泡沫。没错，可以确认这个武士是溺死的。溺死？你看，尸体的手掌和脚部出现肿胀，但无擦伤，死前没有剧烈挣扎，有意思。能够确定他具体的死亡时间吗？根据尸斑判断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午夜的子时到丑时。
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可以凭空溺死，这一点就很奇怪了。李少卿，人证带到。小人周南见过李少卿。你是昨晚最后一个见到胡毅的。回官人，是的。昨晚是我伺候当家的睡下后离开的。当时什么时辰？是夜里子时。昨晚可有什么异常吗？没有。除了昨晚当家的有一点暴躁。暴躁？对。其实这几日当家的都有一些暴躁，也不知道是谁得罪了他。后来早上也是你发现了尸体？是的。当家的要我每天早上喊他起来练功，大家一起练。平时我在门外一喊他，他就会应一声。可是今天我喊了很久都没有应我，所以我就推门进来了。我才发现他被淹死在床上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淹死的？他那个样子还不明显吗？我从小在河边长大的，服饰也见过不少，就是他这个样子的。糟了，老大！老大，又有人溺死在房里了。又是谁？是一个修鞋匠，他老婆回了娘家，结果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她丈夫已经死在床上了，而且民间有个传言。什么？说这是龙王之怒，因为今年长安城里有人对龙王不敬，所以……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老大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自古就有八水绕长安这一说。这八水指的是渭、荆、风、涝、豫、浩、阐、灞这8条河流，它们在长安城4周穿流，而最终都汇入黄河。这长安城的气运自古都与水息息相关。为了百姓安居乐业，陛下每年都要斋戒7天，来供奉这8水中的龙王，让他们庇佑百姓。那这龙王怎么又会发怒呢？可是今年呢，在陛下斋戒到第6天的时候出了怪事儿，忽然大雨滂沱，水排不出去，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陛下不得已终止了斋戒，回到了宫里。后来民间就开始有传闻，说有2位龙王没有被供奉到，怕是要迁怒了百姓。三炮，怎么总是口无遮拦？老大，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我和双叶在这里继续看看有什么线索。你让萨摩和紫苏和你一起去鞋匠家。是。哎，就这儿啊！大概就是这样。现在民间流言四起，棘手得很，咱们还是赶紧破案吧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说这2起案件是同时发生的？很有可能啊，但是没有办法准确的预估他们的死亡时间，所以说不准。我看这家的房子附近地势挺平坦的，不可能是引水进来把它淹死，再把水引走，没有水源聚集地啊。而且这房子背靠青山，前有暗山，中有明堂，按说风水不错呀。那姑且就像你说的那样，通过引水来把它给杀了。可房中只有床褥有水，其他家具都没有被水泡过的痕迹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们觉得是有人把它在水里溺死之后再放到床上，所以只有床上有水。你们在这儿聊什么呢？进去看现场。走吧。
这是死者的娘子，快安慰一下，快！像狗死的人啊！大嫂，有话好好说，怎么了？都是他得罪了龙王，才遭此祸事啊！他怎么得罪龙王了？前些天他因为几文钱跟人起冲突，那小子凶险不给钱，我相公追到河边，没想到那小子为了赖账，竟然跳小河游走啊！我相公气不过，骂了几句龙王不长眼，没想到龙王就怒了，派了下笔那龙王淹死我相公！你太草率了！为妻这就供奉哪吒三太子，今天明天将为你报仇雪恨。那你有看清楚那个跳河的小子是谁吗？不清楚啊！听说他是武行的人。武行？会不会和那个胡毅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胡毅的小跟班，我听人说过。胡毅。就是胡毅的那个小跟班，我听说过。看丈夫醒了。哦。哎，帮我个小忙呗。不用还价了。免费行了吧？说吧。我呢，之前在长安呢，有一点小小的错误。非法演出啊？哎，你说那官府非得抓着我不放，那么较真儿，搞得我都不能自由出入长安，所以案子破了，我帮你摆平。一言为定。嗯。那我们说说吧，你之前见过那个跟班吗？见过，他一直跟随胡毅学武，晚上就住在胡府。哦。那当天晚上他也住在胡府吗？对，是他伺候胡毅睡下的。早上呢，胡毅的尸体也是他发现的。要真是他，这一个晚上两边跑，也不嫌累吗？所以这个人呐，还得信命。命当如此，想逃你都逃不了啊！可我听说胡大当家之前请大师打过卦，还请了护身符随身带着，合着这都白请了。何止呀！你们知道胡毅为什么叫胡毅吗？为什么呀？他本身呢是个耍大刀的，因为他命里缺水，所以听了算命先生的，把名字改为毅，就成了胡毅了。哦，你们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这个胡武师啊，之前有人说过他八字轻，后来他不信，结果啊总遇到这些个邪门的事儿。后来他找算命先生算。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奇特，好像叫什么什么格来着。他命里缺什么，但是又怕什么，总之是跟水过不去，所以最后还是死于水中了，敌不过命啊！哎，练吧练吧练吧，走吧走吧。哎，他们在干嘛呢？拜龙王。看来之前水冲龙王庙之事余波未了，明月促生。保佑啊，龙王保佑啊！哎，大哥，你们这是在干嘛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最近长安城里刚死了2个人，好像都是被龙王给淹死的。那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们怕龙王迁怒，得赶紧献上祭品，以保周全呐。什么人在做这些事？哎，这么大的祭拜仪式都是长安城那些大富人家出钱安排的，反正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就跟着做就好了。哎，快快快，跟我们一起拜拜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2位官人又来了。我们还想再了解一些情况。该说的都说了，都是命。你这个护身符挺特别嘛，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没见你带过吧？
这位官人记性真好，自从老田走了以后，为了抵御龙王之水，才特意佩戴的。龙王之水，这是在哪吒庙开过光的。龙王再来，自有三太子剥他的皮，抽他的龙筋。啊，两位官人，进来说话吧。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哟，你们家哇塞，多了这么多好玩意儿啊！这是长安城的妇人送来的，跟我非亲非故，真是大善人呐！听说我们家遭到了龙王的惩罚，所以送来了一些东西，说是慰问家里，给我减轻些生活负担，还送来了一些辟邪的器物呢。真是人傻钱多啊！不，我是说心地善良。你说这大善人咋也不救济我啊？哎，对了，这个大善人是谁啊？就是富甲一方的吴洪熙大善人呀！难得这么有钱的人接挂我们如此穷苦的百姓呢。啊，我去倒茶，你们坐。啊，不着急啊。哎呀，这个大善人可真是大慈大悲啊，菩萨心肠。不想彻案底了是不是？哎，这边取请柬啊！感谢啊！恭喜！感谢上光。哎，这么多人，不会是在开仓放粮吧？过去看看。好啊，反正我又不用销案底。哎，知道了，用得着管我吗？我就看一下，不会耽误你破案的。哎，这位大哥，麻烦问一下，多谢啊！他们这么多人是在干嘛呢？多谢上光。吴洪熙要过寿，宴请全城的百姓，见者有份。好久不见，我不跟你们多说了，我要去排队了。又是这个吴洪熙，真是大好人呐！二位来到门前就是客人啊！一看二位气宇不凡，风姿潇洒，若不嫌弃，请二位进府喝杯清茶。不用了，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能不给面子。嘿，请。正所谓呢，山管人丁，水管财。吴洪熙是个生意人啊，所以你看，他庭院里四周都是水，且抱门而出。如今呢，这活水被阻拦了，变成了死水，所以说这财呢就出不去也进不来，只能困于这死水当中，财气尽断。你看池水都变黑了，想必呢是近日的传闻。吴洪熙怕这么大的池子容易招来水的祸事，所以把这活水都给阻断了。吴洪熙还信这些？不懂了吧？现在这有钱人呐，都相信什么财运呐、风水啊什么的。哎，你看像我，穷光蛋一个，我哪还有心思顾及那些啊？不过，我原来一到没钱的时候啊，就专门到这些有钱人家去看风水，给他们随便摆布局什么的，就能很赚一大笔。反正他们钱多了也没出事。二位贵宾久等了，请在此贵宾名册上留下您的姓名，明日送到。他叫李志，哎，到时候一起来啊。不来，区区商贾，他也配？哼，没事别在意啊，他那人就那样。我叫萨摩多罗，萨摩多罗，千万别写错了啊。放心吧，明日一早送到凡社。身手不错嘛。你能不能小心点？这要换个人，早就死了。萨摩出去了。我来找你。找我？找你有事。这个案子，萨摩说免费。他说免，我可没说免。问吧。那个吴洪熙，你认识吗？吴大善人，我家的鱼虾都是从他家进的，买卖做得很大。
乐善好施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人。怎么了？那他跟江湖上的人有什么来往吗？买卖做得大，没点江湖上的朋友，容易遭劫呀。当年有河道劫渔船，他过了舞狮，大干了几仗，算在江湖上小有名气。知道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？萨摩的案底，放心吧，包我身上。我希望你不要笑。为什么？他在这儿，我还能保他周全；可要是出了长安，我也救不了他。你也不希望他出什么事吧？官人，官人，哎，官人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呀！官人，我住嘴！小人见过官人。三胖，这怎么回事？老大，是这样的，他们说西郊山顶上有龙，我正要去看一看。我刚一出城门，就看见他在城墙边上烧纸，面前摆着一碗米饭，然后神神叨叨的，嘴里说着什么不要怪我赶紧安息吧之类的话。我一看他是舞狮胡一案的相关人，我就把他带来了。你在给谁烧纸？回官人，是烧给我师父胡毅的。为什么不在他家烧，要去龙王庙？回官人，他是我师父，我自然希望他在那边能过得好一点。老大，我到了以后，他鬼鬼祟祟的，一搜身上有写着胡毅名字的布偶，写满了诅咒。他除了脾气不好，打过你之外，还有什么？他一直都瞧不上我，说我练武也是没有出路的，说我是练野路子的杂种，所以你就怀恨在心，把他给杀了。官人呐，我真的没有杀他，我只是因为之前和他有些不和，现在他走了，我害怕他回来找我，所以我才……那你认识小鞋匠田一秋吗？认识。他也死了，和胡毅的死法一模一样。据传，你和他也有结怨。没错，他弄坏了我的鞋，还要跟我收钱，我当然不干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那儿了。错。后来你对他也有记恨，就把他也杀了。不是的，官人呐，我真的没有杀人呐。那你为什么心虚？我只是害怕他们死后都回来找我。你没做亏心事，为什么怕他们找你？带下去吧。官人，我是冤枉的，官人，我冤枉的，官人。现在就说周南是凶手，会不会太草率？怎么了？胡毅跟田一秋都死在同一个晚上，而且死亡时间也相差无几。如果凶手真是周南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，在两个相隔甚远的地方，杀死两个健壮的男子呢？如果有同伙的话，那也不难做到。所以就需要我们再详细的调查一下。我回来啦！你先下去吧。事儿办成了吗？哼，只要我把这个龙王杀人案破了，李治分分钟帮我摆平。那案子现在破了吗？客官，您的菜。这个嘛，我饿了，有吃的吗？就知道吃。请问哪位是摩多罗萨？请问哪位是萨多罗？哪位是多罗罗？您的酒。
萨摩多罗好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请柬上写的确实是萨摩多罗。请柬？我家主人请萨摩先生2日后准时赴宴。好吧，原谅你了。啊，不过你要记住我的名字，萨摩多罗。萨摩多。走走走。您收好。公子，里面请，请。里面请，请，请，请。当心脚下啊！您请。你往这儿走。哎，你们这儿的风水很特别啊！哦，主人请风水先生过来看过，说是财要旺就得这样摆，这样的话吴府的财运才会源源不断。哼。公子啊，公子还是请随我到前厅吧。今天晚上主人可是准备了全鱼宴呢。怎么不是烧鸡啊？哎，有没有烤羊烤鸭？我昨天又去了一趟吴红熙的府上，你猜怎么着？撑着你了。只回答对了一半。案子能到这程度，没工夫听你在这瞎扯。哎，老大，查到了。查到什么了？这个周南啊，因为从小在水边生活，所以他水性极好。切，水性不好，敢跳到河里去游泳啊？你别打岔啊！而且有人看到啊，他总在河里游泳，几乎每天都不间断，冬天都敢往冰河里跳。接着说。他对这2个人如果积怨很深的话，他可以给这2个人下蒙汗药，然后把他们2个拖到水中溺死之后，再拖回床上。这会儿呢，药效也过去了，尸检也检不出什么。这样等到第2天早上，有人发现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个胡毅的起居啊，每天是这个周南来照顾。这个田一秋呢，娘子又回了家，所以只剩他独身一人，所以杀他呢，也并非什么难事。怎么这种眼神看我？是不是觉得我很棒？走吧，陪我再去一趟胡府。我呢？你去找一趟双叶，帮我打听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不是很棒吗？你猜啊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现场的情形？大致记得。当时是不是水积满他的被褥，连床边的地上也有水？没错。那除了床边，其他的地方都完全没有水渍。你当日没有来，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鞋匠田一秋家的状况也是一样的。死者应该不是被杀死之后又带回现场，如果那样的话，这个地面上跟床上应该都差不多会有水渍，又怎么会当你们赶到现场时，床上水渍未干，而地上一点水渍都没有？而且，这被褥湿的程度，也不是一个人身上能带回来的水吧？那会不会是凶手故意在床上弄了很多水？没那么复杂。哎，怎么？刚进来时我没有注意，这里的风水也被人改变了。3句话不离风水，你是抽风了还是脑子进水啊？这些东西看似摆得不经意，实际上却悄悄地布了一个局。堪舆术语叫现空陀，天下最阴的阵法。亡灵在这个阵中无法超度，被困于庭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是说，有人杀了人之后，又来布了局？哎，打听一下，
这些东西都是谁摆放的？哦，都是胡师傅生前的好友送的。还有那个姓吴的大善人送来一些东西，都是随意的堆放在这儿的。谢谢啊。哎，又是这个吴洪熙。看来这个吴大善人还真是有钱人呢。这个吴洪熙以前做的是土产生意，后来经高人指点，就改做水产生意。自此以后啊，那是做的风生水起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一时无两。这么说，这吴善人风水还挺好，还真是靠水发的财。哎，今晚还有寿宴呢，去不去？反正我又不用销暗地。问到了。你问到什么了？您这边请。双叶问你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哎，我要走了，我可不能让吴大善人久等。哎，说什么呢？那，你猜呢？的大冰块，可不是吗？大人，大户人家真会享受，这季节的冰块比黄金还贵呢。哎呀，走，往那边看。恭喜吴大善人！恭喜吴大善人！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您真闲。就是。唉，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呐！哎，我是客人，你们就这么对待客人啊？来人呐，救命啊！有僵尸啊！吴家以水产生意为生，用北地玄珠来治病，是为了延长货物的存放时间。可那两个人又不是你们的货物喽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所以，所谓的龙王之怒只是个幌子。想要把人凭空溺死的话，还要靠冰。每个死者的床上都有一滩水渍，四肢浮肿，很容易让人想到溺死。可尸体上的暗红色尸斑，可以是溺死的，也可以是冻死的。你们先将冰棺里面注满水，再把死者放入冰棺当中溺死。
然后你们就离开了。冰化之后，自然床上只会留下一滩水渍，看上去就像是龙王的诅咒。起初我想不通，带着能把人装进去的大冰棺走来走去的话，不是很引人注目吗？可是如果是冰板就不同了，你们只需要把冰板带到死者的家中，然后在连接的地方倒上冰水，冰板很快就可以组装成一个大冰柜。再加上死者都是一个人在家中，很难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哦。小子，你到底是听到的还是看见的？猜的啦。你知道这些又有何用？带你进来的时候，就没打算让你活着出去。哎，你们干嘛？想溺死我？我有三太子护身，淹不死的。哎，干嘛装模作样耍那个帅啊？还不快来救我啊！命都要没了，话还那么多。吴红熙呢？已经被我抓住了。他刚见我带人来，一脸惊慌，没逼问两句，立马就招了。带走。哼。命中五行缺水，高人给我看过，帮我改名洪熙，意在天水。可是他说我命中有一个死劫，是难以躲过的，除非以特别的方法来换命。什么特别的方法？养傀儡。他说让我找几个不同命格的人，以水溺死，再取其魂魄，经过修炼，借此道法，就能改变我的命格。所以，胡毅和田一秋，就是你挑选的人。对，他们二人命里是有水之人，之后再凑齐金、木、火、土4种，才能转我的命。如果案子没破的话，你还要再杀8个人。说的是啊。不对啊，胡毅，他不是命里缺水吗？你说什么？哦，哎，你不知道啊？他原名呢叫胡大刀，也是因为命里缺水才改名叫胡毅的。看来你请的大师手段不高明啊！来生还是请我吧，给你打8折。你上次说哪几个东西是局啊？这个，那边那假山，还有那个东西，还有门口那棵老槐树。三炮。是。你怎么会突然想到来破坏这个阵法？那些死者，总不能让他们的亡灵一直困于此地吧？你还相信这些啊？你是抽风了还是脑子进水啊？好好说话。等会儿。之前说好的，案子破了，那我早就给你解决了。好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2个。哎，不是说好了破案免费抵掉1个了吗？你行不行，抠门哥啊？伙计，酒没了。来了。
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客人都没睡，我怎么敢睡呀？来，我私人的珍藏——古井烧春，酿造3年，窖藏5年，真的是好酒，怎么喝都不上头。算了，烧刀子就行。您的好酒，我喝不起。免费送你。那更不能喝了。为什么？您的案底，我是真消不了。我有什么案底？什么案底？你说清楚。人证、物证有吗？说清楚，我马上跟你走。你急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要抓你了？李少卿，咱们相识这么久了，我的为人，你应该很清楚了。当然，承蒙你和萨摩鼎力相助，才让大理寺屡破大案，名震朝野。只是这朝堂之上会有些微词。他们说我什么？他们说我们俩有什么？不提也罢。你给我说明白了啊！不说明白，你今晚别想走。说咱俩有私情。那咱俩有吗？没有吧？那你有吗？当然没有了，谁会喜欢你这么个木鱼脑袋呀？谁会喜欢你这种又抠又凶又狡猾的悍妇啊？怎么了？你。这个你碰到的，不，那个我下月领了薪水，我一定会还。不是，有点晚了，今天我就先回去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从今日起，
你便是我的妻了。你放心，我董某此生绝不负你。怎么是你？这个月赚的这点小钱，我连首饰都买不起。四娘，你花容月貌的要这些东西多俗气啊！我就是一个俗气的人。我公孙四娘有今日，还不都是因为你白吃白喝白住害的？哎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今天樊社成这样是自己经营不善，这个锅我可不背。哎呀，这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哦！你们说啊，人家董承一郎的儿子就能考上状元，而且昨天还迎娶了长安城最有名的大美人张家姑娘。我们呢，却要在这里算计着挣了几个钱呢，亏了几个钱呢，在这儿发愁。说白了，还是出身不一样啊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头呢？三炮啊，你们家少卿不管你啊！你说你不干活，在我这儿偷懒儿，怪不得没有出头之日娶不着媳妇儿。四娘，这你就不懂。我们大理寺是靠世道吃饭，世道不安定有案子，我们就有钱赚；世道要安定了，我们就得去喝西北风。哟，饭来了呀，饭到了啊！不，老大，西城出了命案，你们俩赶紧跟我走。我去不了，四娘刚刚还骂我吃白饭呢。三炮，赶紧把双燕叫上。好。现在世道安定，那你的意思就是没钱给了呗？我娘给我留的，等我有钱我。给我带上。这可是李少卿他娘让他交给新娘子的。哎，办案顺利哦！谢谢李少卿。这下手可真够狠的，脖子都差点给拧断。你就是新郎？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今天早上，我回房之后发现的。今天早上回房。
那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昨日宴请司礼，不免多喝了几杯，不胜酒力，就在前厅睡着了。今早醒来，本想跟小倩赔罪，没想到他竟然……谁能证明你昨晚没回房？这父母早早睡下了，我送走宾客回到前厅，就睡着了。那就是说，没人能证明你昨天晚上没回房间，你可能就是杀人凶手了。血口喷人啊你！我怎么可能杀死小倩？我与她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，怎么可能杀了她？我早就说过不要去招惹张家，你看看现在啊，这可怎么好啊！张家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张家？哪个张家？官人呐，这个张家是长安城有名的绸缎庄，经营着大大小小10几个绸缎庄。小犬和张家姑娘自幼相识，青梅竹马，奈何张家夫人嫌我们家穷，拿不出像样的聘礼，两人的婚事也只得作罢。可是1个月前，小倩突然兴奋地告诉我，她得到了贵人相助，可以嫁给我了。贵人？你可知道贵人是谁？她说，此人身份特殊，不能透露。不对呀，这张家姑娘不是嫁给程一郎董大人家的儿子了吗？你是说昨天成亲的那个状元郎？对呀，没听说董家娶错人了呀？而且张家姑娘的母亲和兄长昨天也参加宴席了。这就怪了，如果张家姑娘嫁到了这儿，那么董家公子娶的又是谁啊？陈生，你可知道嫁去董府的是谁？你就没想过，小倩如果没有嫁到董府，董府和张家都不会放过你们吗？我和小倩商定好，在父母面前成完亲后，我们就去南方做小生意，更名改姓，不再回长安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知道的全部事实，就是1个月前张家姑娘被一个身份特殊的人帮助，想出了一个可以让她嫁给你的方法。是，但却在成亲这一夜被人杀死了。那清晨你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，可发现有其他异常？这张家姑娘平日可有什么仇人？没有。那你能不能想到有什么人会对张姑娘不利吗？来人，把她带回大理寺收押。官人呐，官人饶命啊！官人，小儿冤枉啊！老人，您放心，只是审问，不是定罪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。老人家，还劳烦您，这屋里的东西先别动，也许我们还有用。尸体呢？来晚了你。要我管？怎么了？怪不得张家不肯把女儿嫁给他们，这家也够穷的，连门上的破对联都舍不得换。我说，咱们不去长安，跑这儿来干嘛呀？你傻呀！既然张家姑娘已经死了，那嫁进董府的是谁呢？嫁进董府的是谁呢？董公子这么年轻就考取了状元，前途锦绣，长安城里多少女子都想嫁给他。啊，我懂。
张家姑娘死了，对不对？取而代之的，就以后可以过上好日子呗，对吧？哎呀，可这都是咱们猜测的呀。人董家凭什么交出新娘子啊？这就要看咱们李少卿有多大面子了。哎！书生陈某一家作证，死者确系张家姑娘，案情诡谲，特来叨扰。既然李少卿质疑我家媳妇儿的身份，本官已派人让犬子带媳妇儿过来请安，让少卿一辨真假。办案需要，失礼了。父亲，果然是个大美人呢。长山公主，公主？哪儿来的公主？您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真的是公主？你说什么？公主？可不是嘛！要不是我老大发现，那董家还以为娶的是张家姑娘呢。所以说啊，这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真是害死人呢。成亲前两方连面都没见过，成亲后连娶错了媳妇儿都不知道。这公主如果想结婚的话，直接去求陛下赐婚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非要偷摸顶着张家姑娘的名儿去嫁人呢？这就得问李治了，他人呢？陪着董家父子进宫请罪去了。验完了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昨夜的酉时到戌时之间。张家姑娘确实是被勒死的，而且反抗得很激烈，感觉手指甲都已经抠进凶犯的手里面了。哎呀，染得那么好看的指甲，真替她可惜啊！哎，我一直不懂你们女孩为什么非要染指甲呢？自自然然多好看。你懂什么？那张姑娘的指甲染的是少见的嫩粉色，听说只有宫里才能培育出那么粉嫩的凤仙花。这张姑娘又不是宫里的女人，她为何会有宫中的粉色凤仙花呢？这还用问？当然是公主给她的。哟，回来啦！陛下有没有封你的宫啊？没治罪就不错了。你没问问陛下，公主为什么要顶着别人的名字嫁人呢？陛下本来有让公主去西域和亲的打算，但公主不从，陛下也就迟迟未下定论。公主应该是害怕夜长梦多，索性先下手为强，嫁给一个朝中的青年才俊。这个办法未必稳妥。如果陛下真要让她和亲，大可下旨让她改嫁。所以他才想要顶替张姑娘之名嫁进董府。要不是被李治发现的话，她现在还在董府做夫人呢。萨摩，有件事需要你帮我查一下。陛下为了安抚朝堂，就大度地赏了董府，算是补了公主的嫁妆。但是他也怀疑是公主杀人，对不对？除了新郎之外，最有嫌疑的就是公主了。但碍于皇家颜面，
这事儿还得悄悄调查。如果真的查出来公主是凶手，那陛下打算怎么处置啊？其他我们管不了，我们只管查案。我们只管收钱。我打听过了，张家喜娘说她亲眼见到张家姑娘上了轿子，而且也没有绕道，直接送进了董府。那就是说，在董府拜堂成亲的，是真的张家姑娘。那跟陈生拜堂的就是公主了。陈生家把新娘送入洞房的时间是酉时，董府是戌时，这么算来，公主就有了1个时辰的时间从陈生家跑出来，赶到董府，埋伏在董府的洞房里。这样张家姑娘只要一进门，就立刻把她掐死。把人杀死之后，只要再把张家姑娘的尸身送回去就可以了。董公子回洞房的时间是子时，这么算来，这中间的时间足够他1个来回了。这公主折腾这么一晚上，你们想想啊，这公主这么娇弱的身板，这一晚上这么折腾，不太现实吧？李家人是靠娇弱取得天下的吗？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公主杀人的证据。我记得双爷说过，张家姑娘死的时候好一顿挣扎，连指甲都劈了。如果凶手真是公主的话，在公主身上一定会留下什么伤痕。那谁能看到这公主身上有没有疤呢？公主最近一切可好？公主一切安好，还请李少卿放心。张家姑娘被杀之事，你们告诉公主了吗？啊，怕公主担心，不曾告知。少卿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公主的手臂或者别的地方有什么疤痕或是伤？请少卿说话掌握分寸，莫失了规矩。是我鲁莽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恐不便久留。那晚和你拜堂之人，你觉得她是公主吗？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，那晚与我拜堂之人，的确是公主。那日拜堂之时，我曾瞥见新娘左耳后有一颗黑痣。我明白了，失礼，告辞。女儿，你死得好冤呐！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啊！哎呀，这有钱人家的公子还真讲究啊！你说这空气里有什么呀？还这么挡着？你懂什么呀？多少人一到春天就容易花粉不服，人家这是保护自己。那也太娇气了吧！是啊，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，身体壮得像个野驴？真不经夸。老大快出来了。哎，子苏，你终于来了。先帮我画张图，图中要标明张家、陈生家、董家，还有皇宫。
我想过了，本来要娶书生陈生家的公主，最后却被抬到了董家；而本来要去董家的张家姑娘，最后却去了陈生家。也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公主跟张家姑娘在中途被人调了包。我明白了，应该是两人在中途后换了喜轿，才使得张家姑娘到了书生陈生家，而公主到了董府。没错。而这两个人能够碰头的地方，只有这里。如果我们推测没错的话，这里就是他们调包的地方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他们俩调包的方法。老大，老大，哎，我问过那个轿夫了，那天张家姑娘就在这儿，对，就在这儿，真的出了点意外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也不怕摔了新娘子？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得了得了，咱们快走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当时两家的轿子紧紧挨在了一起？那轿夫是这么说的：当时两边的迎亲队伍走得快，撞得急，而且两边都没站住，轿子落地的时候紧挨着。那轿夫还说，这两个轿子长得十分相像，要不是喜娘跟着的话，那个张家姑娘真不知道在哪个轿子。两个轿子长得一样，难道是公主故意制造事故，好让两方迎亲队认错轿子，再将他们带从目的地？不可能，有喜娘跟着，就算轿夫不认得的话，喜娘认得。公主好不容易从宫里逃出来，哪会用这么不靠谱的方法？我觉得人互换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你是说，这两个新娘从轿子上下来，再换到对方的轿子上，会被多少人看见？哎，你干嘛去？去看看成亲那天的轿子。走。三炮，你说当时那两家的轿子是紧靠在一起，是前后靠呢，还是左右靠？左右靠。哎，你俩愣着干嘛？抬我呀！啊？什么？赶紧的！开什么玩笑？你以后少吃点行不行？你，哎，什么情况？这轿子底下有个翻板，上面有布蒙着，确实不易被发现。得了，李少卿，去跟陛下复命吧。公主不是杀死张家姑娘的凶手。此话怎讲？轿子底部有翻板，可进也可出。两支迎亲队撞到一起是提前算好的。张家姑娘和公主趁机从轿子里的翻板上跳下，换到对方的轿子中。李少卿，你们果然在这里。董公子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公主得知你们上门造访，就追着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就将张家姑娘被杀的事告诉了她。她说你们一定会来这里，所以让我来找你们。公主找我们有什么事？这我也不知道。还请各位移步府上，让公主亲自跟大家说吧。请。陛下一定派你暗中调查我了吧？其实你无需替他隐瞒。一个用自己亲妹妹的终身幸福换取不动兵戈的人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张家姑娘被人杀死，我虽不是凶手，却也难辞其咎。如果当初不是我找到她，
要替他嫁入董府，他也不会有如此下场。可是能嫁给陈生，张家姑娘应该还是很高兴的吧？从陛下暗示我要去和亲，我就开始暗中派人打听长安城中近日要娶亲的青年才俊。在得知张家姑娘正为无法嫁给一个姓陈的穷书生而苦恼时，我便召她进了宫。我替你嫁进董府，让你和陈生更名改姓，远走高飞。作为交换条件，我准备了一些金银首饰，就当是给你的陪嫁吧。多谢公主。陪嫁？您给了多少？萨摩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钱？哎，不是我财迷啊，而是那陈家一点也看不出有钱的样子。或许是张姑娘想在成亲之后再把钱拿给他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应该在张家姑娘嫁过去的时候，这些金银首饰就随她一起带过去了。可是我们去查看现场的时候，别说金银首饰了，就算是一个多余的铜钱，我看也拿不出吧。那这金银首饰又去哪儿了呢？公子，不好了，张家的母子俩又来闹上了。让他们在偏厅等着。是。他们来闹什么？还不是说我们害死了他女儿，让我们赔钱。你们一个公主，一个状元郎，还差那点钱不成啊？不是我们不赔钱，这张家就像个无底洞一样，今天给了，明天还要，3天一小闹，5天一大闹。只要杀人凶手不找出来，我们是不可能安生的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家当会被他们掏空的。可是这张家不是经营着很多家绸缎庄吗？按理说他们家家底儿不比你们薄啊，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钱，很奇怪啊。三胖，你去打听一下，这张家到底缺不缺钱？啊，之前打探过了，这张家的绸缎庄啊，虽然生意很好，但是耐不住有个病殃殃的张公子是个败家子儿。这张公子嗜赌如命，现在这个绸缎庄还在赌场压着呢，绸缎庄的收益直接入赌场的账，抵他的赌债。所以他们才要趁机讹你们。我说呢，当初父亲给了张家一大笔聘礼，想必也拿去还了赌债。这个张家的公子是个赌徒？对啊，我刚才说的很明白了，你是不是傻？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记住，把张家母子拖住。大娘，这副对联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？去年挂的，不过成亲那日，生儿为了显得新鲜，还在上面重新描了一遍字呢。果然如此。董公子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让我们等这么久，一个字儿都没拿出来。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今天要不拿出钱来，我们孤儿寡母啊是不会走的。张夫人，恐怕你从今往后都不能再从董府拿到1分钱了。哼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知道是什么人杀死了您的女儿。什么？是谁？谁杀了我女儿？你快告诉我！这个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您抵押了全部绸缎庄，把女儿嫁出去谋取高额聘礼，还上了他全部赌债的张公子，您的亲儿子。你胡说什么？子熙怎么可能杀他妹妹呢？是啊，什么人才会丧心病狂地杀死自己的亲妹妹呢？或许是发现妹妹私藏了另外一大笔钱，所以才动了邪念，
起了杀心呢？儿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别由着他往你身上泼脏水啊！说我杀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第一次到陈家的时候就觉得奇怪，好歹是娶亲啊，就算再穷，没钱换一副新的对联，那应该把上面的字翻翻新。可你猜怎么着？陈家的对联不但没有翻新，就连上面的字都剥落了。为什么？你说这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你猜，那副对联上剥落的是什么字？陈家大门我就没进去过，怎么可能知道？少的字是书，弱冠弄柔汉，着落观群书的书。我问过陈家父母，陈生在成亲当日重新翻新了对联，那个字根本不可能剥落。那又是谁把这个字揭掉了呢？谁那么无聊，要去揭一个对联的字？是啊，谁呢？我猜会不会是书和书同音？有的人大概见不得书，那又是什么人最怕书呢？赌徒最怕输喽。没错。你说的这些，都只是推断。要证据啊？当然有。我听说张公子最怕接触到花粉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到了春天就会穿得严严实实。按理说，您的身上近日应该不太可能有外伤。张姑娘死的那晚，曾经对着掐死她的凶手拼命挣扎过。可否请您露出手臂？如果没有伤疤的话，我立刻向您赔罪。就算我手上有伤又怎么样？难道我就不能是因为别的事而受的伤吗？这根本就不可能成为证据。哎，你放开我！得罪了你，这是我喝茶时不小心打翻杯子，烫伤而已。张公子真爱说笑。这是，这是。这明显是花粉引起的邪热侵袭化脓之后的伤疤，而你最近一次亲密接触到花粉，就是张姑娘染了凤仙花的指甲。我去赌场打听过了，您在张姑娘成亲那日刚还了一笔赌债，而那天绸缎庄既无记账，你也尚未从董府讨到张姑娘的丧葬费。那么那笔钱哪儿来的？这根本就不能怪我，都怪他自己，一心只想跟着那个窝囊废远走高飞。他有没有想过我啊？我是他的亲哥哥，他连我的死活都不顾了。子期。我早就发现他情绪异常，所以我这2天一直跟着他，我跟着他。子熙，她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！亲妹妹，不顾她的幸福，也不顾她的感受，
把它当物件卖出去。你又什么时候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？三炮，竟然有人为了区区小财，残害自己的手足。又在偷懒呢？吓死我了！我刚做梦吃烧鸡呢。又想躲着不干活啊？我说4年啊，我刚眯一会儿就被你骂，我都不想干了，怎么了？啊，给你干活你又发不出工钱来，我何必苦着自己？翅膀硬了啊！那我告诉你，你在这儿待1天，我就得用你1天。有种你走啊！想走那天自然会走的。怂了是吧？少给我在这装蒜！地擦了，碗洗了。地擦了，碗洗了，擦地洗碗，我还不如要饭去呢。我听说东边新开了个赌房，是吗？前天老王狠赚了一笔。行行好，省点吧。走，赶紧去看看，咱们去这东西哪值这么多钱？要不这样，我拿2个。哎，抢钱了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